俄罗斯海军给北约送上一份新年礼物——锆石高超音速导弹12连发，这谁扛得住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12月31日元旦前，俄罗斯海军搞了一次大演习。说是大演习呢，倒不是规模有多大，而是动静实在太大了。他们从一艘护卫舰上发射了10枚锆石高超音速反舰导弹，另外呢，还从潜艇上也发射了2枚。12个大炮仗啊，绝对是给北约敲响的12响新年钟声啊！这个锆石导弹呢，已经试射过好几次，其实性能怎么样呢？大伙儿都很清楚，北约也清楚。按照俄罗斯的规划，这个锆石彻底成熟之后，未来达到1000公里射程，最高呢是8马赫甚至是9马赫速度。而这次俄罗斯的试射意图呢，根本就不是简单展示锆石本身的性能，而是告诉西方，这种导弹已经很成熟，已经服役了，已经形成战斗力了。俄罗斯海军已经走出低谷，挑战北约海军能力正在快速回升。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，锆石导弹如果还不成熟，仅仅是研制过程中进行试射的话，那一次也就发射1、2枚而已，不可能在一艘护卫舰上同时部署那么多。这次从一艘护卫舰上打出10发锆石来，就充分证明导弹完全形成战斗力，而且已经在各型号舰艇上开始服役。而且呢，我们以前还说过，俄罗斯如果不能够充分保证制空权，不能够有效地防范北约的隐身战机，那么这些护卫舰本身在开火之前如果被打掉的话，生存能力也是堪忧的。最好的情况呢，也就是护卫舰在俄罗斯近岸，在岸防火力和岸基空军的保护下活动。而实际上，最好的锆石发射平台是潜艇。结果呢，这回潜艇也发射2枚锆石，证明这个问题俄罗斯早就意识到了，并且也已经实现了锆石在潜艇上的实战能力。那么估计有人会好奇，如果向一个美军的航母编队发射12枚锆石导弹，那么算不算饱和攻击？美军航母编队呢，能不能扛得住？其实饱和攻击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一次打出去的弹药数量超过了防御方能够拦截的最大数量，这就是饱和了。什么叫饱和？说白了就是对方已经拦不住了。而构成饱和的数量呢，其实也不是定量。举例子说，如果我导弹飞行的特别慢，对方能够拦截100枚，那你发射90枚可能都没法形成突破。但如果你的导弹性能特别好，特别隐身或者特别快速，对方拦截1、2枚都很困难，那么2到3枚就实现饱和了。而锆石这一类高超音速反舰导弹，我们都很清楚，中间段的飞行啊，那弹道是飘忽不定的，你美国想拦截都搞不清楚哪儿是拦截窗口。真要想拦的话，只能是在末段，因为这个末段呢，锆石要高速俯冲攻击，弹道也是相对的平直。但是锆石那个速度啊，美军现有防空火力不是不能拦截，但是5马赫突防你要拦截的话，拦截成功率就很不好看了。所以如果美国要想拦截的话，最好办法是进行电子干扰。但如果电子干扰失效，美国、北约现有的各种防空导弹、近防火炮拦截锆石基本上可以近乎于无效。所以12枚锆石导弹要是冲过来的话，肯定是超过饱和了。等于说俄罗斯这次试射就是给北约看了一下它的饱和攻击能力。虽然现在俄罗斯海军没有造什么新的大船吧，就是连新的驱逐舰都没造嘛，但是通过大量建造护卫舰、小船扛大炮、护卫舰带锆石，已经能够再次形成当年俄罗斯海军靠基洛夫级、靠光荣级给北约形成那种心理压力，甚至有可能还超过。毕竟过去基洛夫级巡洋舰、光荣级巡洋舰带那些反舰导弹体积那么大，也就是2马赫多嘛，那还是可以拦截的。而锆石这种速度，至少在未来若干年内，让俄罗斯的海军的攻击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原来呢，美国海军有个评估，说是美国海军航母编队距离中国1000公里之内极度不安全了，而靠近俄罗斯海岸那基本没事儿。说俄罗斯那些个反舰导弹性能都很清楚，美国人不在乎，也就2马赫左右嘛，相当辱俄。但是锆石这次试射之后，估计美国再也不敢这么想。好，关于锆石导弹这次试射意味着什么，这种战术能力又对俄罗斯来讲意味着什么，我们以后在直播间里边每天晚上6点钟可以有1小时时间继续敞开来聊。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